2年前，如果你想买 A00级别的电动微型车，那你只能选择这2兄弟，而且还是他们的3万元最廉价的版本，续航在120公里左右，只能获得2点一线的生活。但是如果今年你可以加2万块钱，大概在5万元左右，4台车都可以供您选择。但是除了200公里的续航，其他因素对您的用车有多大的提升呢？所以这次我们带来4台车，到底要看看它们的综合实力谁最强。这台车的外观我们大概把它分成2组，第一组就是以迷你 EV 作为代表的方盒子类型，它们普遍比较短、比较窄、比较高，看起来特别像老年代步车。昨天我开熊猫回家的时候，门口大爷甚至没给我那个入门停车条，他就把我当一个老年代步车对待的，所以我也就省了一点停车费。第2组呢就是长安的糯米，这台车相比其他3台车呢就明显更长更宽，看起来呢也更加像一台车的样子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它们整体外观比较可爱，不管是它们的造型圆润还是它们的配色，比如说咱们这儿3台粉色1台绿色，看起来呢都比较清新，这个画风跟硬汉完全沾不到一起，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定位还是很清晰的。50迷你 EV 这台车在功能方面和它的3万兄弟毫无区别，只是做到了能用的一个范围。比如说它有一个收音机，支持 FM、AM 的调频，有一个 USB 的一个音频输入，还有一个蓝牙的音频输入。除此之外，有空调，有倒车影像，有一个经济和运动模式的切换，还有就是从19年来看还比较好的一个车内空间的处理。对于迷你 EV 的崛起，最先反映的就是奇瑞。那它在车内空间跟我们刚才说的就有一大改善，因为它没有中控屏幕，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加了一个手机支架，导航什么的放在这里非常的方便。其他的配置就跟迷你 EV 差不多了，空调、模式选择、倒车影像、蓝牙，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个价位你能用到的所有东西了，你也不会奢求它。方盒子组第3台车就是吉利最近刚推出的熊猫 mini， 但是在配置上，这台车可是跟前2台车完全走到了不同的级别。首先说这块大屏，那2台车只有1块屏幕，这台车可是有2块屏幕了。这块屏幕虽然自己没有太多功能，但是连上手机互联之后，它功能可就多了，能实现导航，能实现像 QQ 音乐这些东西的一个映射，稍微有一点车机的感觉了。然后大家往上看，这是什么？一整块天幕玻璃，有了这一块玻璃，整个车里都透亮了，高级感也就来了。最后一台长安糯米，这台车的体验可以说是从上车之前就开始有了。这台车竟然有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，哇，这是惊到我们在场所有人的。同时，作为屏幕2组的人，也是有一块屏幕，它的屏幕逻辑上跟熊猫比较类似，也是需要互联才可以进行一定操作。如果你不互联的话，只有蓝牙音乐可以进行。除此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东西了。比 mini EV 多一个安全气囊，可能是大家觉得5万价位到这个配置级别就已经足够用了。如果你花5万块钱买一台微型车，那你肯定和那些买最低配3万块钱的人不太一样。你可能期待着我们有朋友一起去做个郊游，那这台车能不能胜任呢？我们先拿 mini EV 作为例子，如果你不把后排放倒，这个后备箱可以说是没有了，它连我的包都放不进去。如果你把后排放倒，那它的空间绝对能放下你们2个人一个周末所需要的所有行李。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放了2个行李箱，还有2个日常用的背包。但是前排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有一个体型比较大的朋友，那你们俩坐在车上可能就会比较拥挤了，甚至他的脚都能帮你踩加速踏板。在说空间之前，我先来说说这张椅子的坐姿。这张椅子就很明显把你抬高了很多，然后呢，它的椅背又有点反弧形，就让你感觉有点这么顶着开车的感觉。长
长时间乘坐有些不舒服。然后再来说说它的其他空间表现吧。它的后备箱放倒了之后，放2个人的行李也是绰绰有余的。车内如果我和胖老师一起坐的话，还是会有些局促。整体表现和mini EV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算是和我们的预期相符。但是如果是5万块钱的标准的话，还是期望更多一些。相比于前2台车的空间，这台车可以说是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刚才观众老爷如果细心的话，会发现我们并没有说那2台车的后排空间，因为那2台车后排坐不了人。从这台车开始不一样了，这台车能真真正正坐满4个人了。后排坐满人的情况下，后备箱还能放下2个背包，这可是一大质变。放倒之后，行李箱空间那2台车能干的，这台车也能干。而在横向空间上，这台车比刚才的奇瑞要表现还是更好一些的，而且整体座椅的坐姿明显更低，更舒服一些。把这台车和那3台车放一起比空间，就有点欺负他们了。毕竟这台车它的轮距比mini EV要大上20厘米，什么概念？哪怕我们穿着冬季的衣服，也都是比较宽敞的位置。后排能坐人，但是呢，它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宽度上，而不是纵深上。这台车的后排甚至比熊猫 mini 的纵深还要少一点。我们的腿跟前方座椅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要触碰到的。坐人同时后排也能放包，后排座椅放倒，后备箱的容积那更不用说，大的没边儿。要不是因为其他问题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，它可能会成为京郊游的最好选择。测试微型车一定不能忘的就是，对吧？50 mini EV，50宏光这个车，在我们看来可是最 OG 的版本。当然了，我们这台车是后来推出的升级版马卡龙，但是在行驶起来，这台车跟原版那台车完完全全一模一样，都是一样的烂仔。就它这个方向盘吧，它这个方向盘不是那种立起来的，它是平下去的，类似于在公园玩的那种小转盘式那种握感。然后呢，整个踏板又非常的偏右，整个踩起来就好像在中间踩的这个踏板，整个驾驶员非常的这么斜着开车。如果说这台车你花3万块钱买，我觉得 OK 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样的驾驶质感它放在5万元，我们可能就得往后看一看那些车的表现。除此之外，你像这台车的转向、刹车，包括它的减震，只能说是满足大家的一个通勤需求。再往多了，反正在60的速度过个环岛，我感觉就是哎呦车要翻了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了这个奇瑞的冰激凌，这台车在推出之初就是为了瞄准mini EV的市场进行一个攻打，开起来也确实一样。2台车都是一样的那种廉价的烂仔感，但是这台车更甚，它的方向盘回正并不能回到完完全全最中央的位置，所以你在城市里去开的时候，保持直线手上就得别着劲儿，然后保持它这个角度，就非常的累。而且这台车呢还有一定的小颠簸，就我们行驶这条路其实非常平整，但是呢它就一直会有这种向下的震动，导致车内的乘坐体验并不是特别的好。从冰激凌和mini EV上下来，再进糯米这台车，就感觉哇，一切都熟悉的感觉，终于像是一台车了。5万块钱不再买一台代步工具，不愧是键盘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的，轮胎宽就是好，马力大就是强。整台车加速，你不会再担心我要提前10分钟开始考虑超车的问题，也不用考虑刹车，我一脚一定要踩到底，这车会不会往右偏。整体上就是一种熟悉的安心的开车的感觉。它的加速、刹车、踏板的脚感回馈都有，而且转向呢也能稍微给你那么一点点的这种高级感，并不像以前似的完完全全毫无遮掩的全是廉价感。这点让我觉得这台车说不定我愿意开它去进行一个郊游，而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在城里通勤用。第4台车也是4台车里最新的，吉利出品的几何熊猫 mini。这台车的驾驶质感，我觉得和糯米比较相像，不管是从这个隔音、从减震，都会给你一种稍微的隔绝感。对于这个价位车来说，隔绝就是高级。但是呢，这台车它也有一定的问题，受限于这个车身的形状比较高、比较窄，所以它重心偏高。像今天这种大横风的天气，就会在高速上有一些忽忽悠悠偏的感觉。
然后它的刹车踏板又比较的软，刹车起来又没有太大的信心，所以这台车恐怕和它的车身形式比较相像，像是一个更加精品的城市代步用车。我们今天带来的4台车呢，有3台车都是只有慢充的，分别是50、奇瑞还有长安。这3台车的充电速度也充分体现了慢这个字。50的峰值功率只有1.6千瓦左右，奇瑞的充电功率只有2.5左右，而长安大概在3.5左右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把电用没了，然后充满，大概需要7、8个小时，而50甚至需要9个小时以上。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，并且不能充一宿的小伙伴们，这3台车还是可能需要慎重考虑一些。然后第4台比较另类的车就是我们的吉利熊猫 mini， 只有快充没有慢充，它的充电功率能到大概19千瓦左右，这个速度能让你在商场停车场里大概停1个小时。补能就差不多了，比较符合我们日常的电动车的使用环境。如果您觉得这4台车200公里的续航实在是太焦虑了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我们3月底要寻找中国的混动王，从各个角度来看看中国市场混动车型到底谁最强，还敬请期待一下。